或者是社会团体怎么打这种诉求，我都觉得一定被民间打脸，也被政府打脸，因为这个东西你喊出来就哇塞嘛，你一次就是跟大概几万以上、几十万以上的劳动者直接跟他站对面嘛。可是我们基本上来讲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把产业做一个基本的分级，做4级。例如说我是做电镀的、铸铜的、铸铝的，我是不是要专区处理？除非你有办法做到真空电镀，可是真空电镀成本这么高，我现在讲的一些产业，可能大家听不太懂没关系，反正例如说做这3种的，我一定要去赶快立即处理啊。如果我作为一个政府来说，我把这些厂单处理掉的话，它的成本基本上来说，可以，例如甚至是政府就说我让你签到张兵，如果你们认为这些在地的厂商觉得这样子要去拿的运费不好，这个部分台中市政府出，这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是运输成本，政府负担，这些小钱难道出不起吗？你一天载一趟的量，来回简单讲好了，2万块给你。一趟的大量这样子过去给他，然后把它载回来，这样子而已，难道这个做不到吗？这是我要谈的事情，就是说，第一个是立即性，而且有污染的产业，这该立即处理的就该立即处理。第二个就是立即处理，反正就是刚才的，就是有立即性的，然后有污染的，那赶快处理。那立即性非污染的，例如说有一些产业其实它自己都可以有它基本的配置使用，那其实政府就应该赶快的进行一个配套。例如说这个立即性，但是非污染的，例如说我讲很白话了，团膳业者，其实这是政府，其实它可以很容易产生配套的产业。团膳业是非常容易产生配套产业，但是政府到现在都不处理它。因为为什么我们在整个食品工业里面的逻辑里面，食品法的逻辑里面太怪了，它当然有些问题，可是在台中，你有很多的因为现在地方自治法通过之后，其实你有很多专案可以来去调节这个东西。你把这些团膳业把它改善掉，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团膳，对，就是煮饭啊，在里面煮菜、煮饭啊这些的。因为其实这会有一个问题啦，因为它的到最后的整个水流出来，它不是污染，它是太营养，你知道吗？所以你现在下面种的人的话，他可能会哇塞，就是太肥了，所以可能会种的时候就是可能。然后如果那边刚好又是淤积的话，整个臭气散播其实蛮快的。那其实这个是基本上来讲，就是这样食品业很好处理它，就是尤其是这样的团膳业，我看到这些团膳业在那边，我觉得其实这个处理很简单，因为它的所有的环境控制的端点非常简单，然后政府其实要做一个配套也很简单。那第3个就是说，非立即性但是有污染，这个部分就一定要做长期监控。例如说，好，我要做烤漆。但是烤漆可不可以做到不污染？可以。但烤漆可不可以做到污染？可以。所以我当然要监控它。大家可以理解这件事吗？就是说，当我们透过这样的分级机制来去把这个点污染的，因为我们比较算是学环境影响评估这样的出身的。当你可以把这个点污染源去做一个基本的控制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处理它，而且你才有办法让这些厂商。到最后聚在一起的厂商可能都会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厂商。那到底下一个阶段，我们怎么样的在区域计划、在国土计划进行一个配置，让你有好的用地使用，这才是该想的事情。但是我们至少要这样子有策略性的把非立即性但是有污染性的东西控制好。最后非立即性的、非污染性的，就例如说我做一个电路，做一个 CNC 裁切啊，有的 CNC 裁切真的是简单到它就是靠师傅的手艺来过活的。做一个 CNC 裁切可以裁切超漂亮，有些师傅真的超厉害，他可以裁得那么漂亮，他到最后就只要做一个基本的，他只要做他那个环节的部分就好，所以他就可以过活了。可是这个东西他讲的话污染到底在哪里？我讲真的，我真的看不到，因为他做的东西太简单了，他就是只是靠他的手艺来过活。那这样子的产业，它就基本上来讲，它在这个阶段里面，政府可以稍微的用比较和缓的态度来去说安抚你，然后抓大放小。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很重要，就是慢慢的去让未来台中市政府，然后或者是在民间团体的立场上慢慢做一些调整，不然的话，讲的话，我看到违章工厂，环保团体大家都很想拆，然后我想应该大多数人也都很想拆，可是真的说实在话，它影响到的层面太广了，所以它会产生一些问题，然后最后我们自己在
我刚才特别讲这个东西，就只是想要去把这个东西把它突出来，就是说，我刚才一直在讲说，到底现在台中有多少的违章工厂？16000到2万，然后台中市政府最近说，他们可掌握的大概是5000多，然后他们自己说，他们也承认大概有16000到2万。可是你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吗？台中市政府也不知道几间。连个数字，连个确切跟我说，我用什么样的方法统计出来的数字几间都没有。政府不知道，民间不知道，业者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现在台中市违章工厂几间，没有一个人讲得出来。所有人讲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一定都是假的，因为到现在都还没有做。所以这是我认为最基本也最必要的，就是无论是政府或者是业者或者是民间团体，最基本该做的事情就是要编列基本的调查费用，去把用 GIS， 因为现在 GIS 都已经那么多了，国土的、测绘的都有做，把农事所他们的2楼在做农地的，到底这块地，他都可以把灾损怎样直接用 GIS 把它算出来了。你跟我说我在这块农地上盖什么厂，你刚看不出来吗？你灾损都看得出来，这是旱灾，这是被台风吹走的，他这个都看得出来了。你跟我说违章工厂算不出来，面积多少，确切数字可以知道。我不要求到产业也那么快知道，但是面积可不可以知道？可以，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这个东西很简单，国土的社会中心他们都已经做图了。农事所他们的就是农地 GIS 的整个的系统都已经建制完成了，你这个跟我台中市政府跟我说做不到，我觉得这就是鬼扯。第一个，你数字出来嘛，产业别可以慢慢做，产业别慢慢做不会太难。那做好这种基础的时候，你才办法了解现在违章工厂的状况。你整天都在说我们未来要发展什么产业，是为了我们要再盖那么多的工业区，是为了违章工厂。但是你跟我说你要盖航太产业。航太产业到底跟目前的违章工厂有哪一家工厂有关系？你举出50家给我看看的话，我就服。就没有，因为航太产业它基本上讲就是一个军需产业，它就是一个被国家控制住的产业，所以现在就只有幻想，它已经被控制住了。那你跟我说我接下来要发展航太产业，然后是因为违章工厂，我觉得这种说法其实没有办法服众的，没有办法去让人家理解这件事情的。那第二个我在谈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危险。我要跟大家坦诚，这个东西比较危险，因为其实如果台中市政府它是一个人治的政府，它可能会更高。第二个东西叫做制定台中市工业区发展自治条例。我用的这个名义是当初台北市，因为它很早就可以进行自治条例的时候，它其实针对的就是内湖、南港地区，然后去透过这边进行一个产业分析以及违章工厂产业分析之后。去拟了一个台北市工业区发展自治条例，到最后没有过了，但是他至少有人做了这件事。那现在台中是因为在地方自治法通过之后，他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可是当然，这个如果要推这个东西，就有一些风险，因为你也知道，如果我要乱搞的时候，就很危险。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未来大家有这个兴趣，想要推这个方向，然后也不怕被骂的话，因为他可能在推的过程里面，到最后可能有点走偏了。可是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未来如果大家想要去做一个改善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它都是可以做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慢慢的去想，它到底这些违章工厂它长期产生的环境污染代价是多少，要去做一个计算。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去，如果你想要去让这些厂商可以去进行一个改善，那到底可不可以课税？可是课的税的名义又是什么？要怎么让厂商想清楚？因为例如说，好，很多厂商他其实平常也要课税啊，这些在农地上的厂商也要课税啊，因为工业局他会来去计算、推估你的营业量，然后来去跟你课一个税。那到时候就说，我有这个税，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去跟他们讲清楚，就是当你产生的环境污染的成本，以及未来整个台中市的农地以及这样的产业用地的想象要怎么样去配合的时候，这样的课税标准在哪里？然后怎么样的去让哪些产业的要专案处理，哪些要编定农地污染的整治费用，然后怎么样让他们可以慢慢的摊这样的费用，要跟他们讲清楚。这个东西其实不会太难，因为有一些产业大概就是，其实真的讲的话，电镀业现在可以做到真空电镀很简单，只是我们的规模都太小了。其实现在的问题都是这样，就是说，
很多事情政府该带头做的都没有做，那到最后产生的污染就变成是民间跟业者的弱相残。我觉得这东西是政府其实很多时候应该要站在更前端一点点的去观看的，但是它的整体的前端就是在讲生产力4.0，在讲一些我觉得根本就是你搞懂，现在就基本上就是做一个代工产业。那下一个阶段怎么跨出去，有一些东西是要看清楚的，而且有非常多成功的案例，无论是富田，然后帮特斯拉做它的电动机，或者是6期，他原本帮双人，就是帮那个双人那个是什么刀具，双人牌刀具做代工，现在他自己都是专门日本的很多的好的日本料理店都是这样拿的。他到底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他到底怎样去坚持他的品质，去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代工里面可以完成的。那在这个阶段里面，政府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去把它完成最后那一步，而不应该整天在谈生产力4.0。我真的觉得这个逻辑是不对的。当你的逻辑是只有使用一些空泛的名词，然后直接把欧洲的、德国的、日本的哪一些新的名词把它拉过来，这完全是忽略了台湾目前产业发展的现况。然后我认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农业相关产业的扶持计划到底会是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长期的过程里面，台中的农民遭遇到了非常多不平等的对待。那在这个不平等的对待过程里面，有没有多一些的可能去让他们有办法去把农地支撑起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下个阶段，如果你要让这些农地有更多的可能，然后让农村有办法去透过农业去做一个支撑的时候，因为目前台湾的台中市的各地的农村，如果大家就被它讲成农村的，它大部分的生产能力跟人口都是来自于在这些违章工厂工作，这是要承认。但是要怎么样可能去怎么看到农村目前的现况，然后怎么做下一个阶段的调整？农业相关产业的扶持计划就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要同步发生。那最后还没有什么其他可能，然后怎么样的去让台南地区更完整的违章工厂的调查有办法发生？因为乌日西南的调查大概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大概就走到这里，因为下面之后都是比较无聊的东西。对，然后我就不太讲它。那但是有没有办法把台南的地区稍微做一个这样子的调查？然后我特别最后就只是要讲一个东西，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这段时间里面我大概多做了一件事情，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做了一个合法丁建或者是零星工业区工厂的调查。零星工业区就是在农地上面，然后就会突然一块一块，它是一个政商角力的产物跟结果。丁建也是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去台南城的地区，特别去把丁建的违章工厂把它看了一看，它不是违章工厂，它已经是不太合理的丁建。这些产业别有的是做，它就是等于是一个厂，看起来就是像驻旅的，有几个驻旅的大厂，然后像我刚才讲的车网，还有一个厂商非常有名叫细品。细品它是一个零星工业区，我认为就算我们在处理这些违章工厂的大的议题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到一件事情：最有利的厂商，他可以做到事情远比你想象还要多。他可以在所有的法规都把它扫掉之后，他还是可以屹立不摇。所以这是未来，就是可能是透过报章媒体或者是怎样的去把他们逼到工业区里面，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策略，因为他们太好取得土地了，你知道吗？尤其是你想想看，现在的潭子工业区在那个盛华还是哪一家，它倒掉了，它那一块那么大的土地在那边，你说细品拿不到，我不相信。我讲真的啦，就是盛华那么大一片土地，它的厂房那么大，你跟我说细品进去会要不到，它的厂商就是它的，如果大家去看啊，它大概就是2间很大的厂。第一个大厂就是在盘子加工处，我觉得后面那边，到时候我可以稍微如果有时间开 Google Map， 我给大家看一下。第二个大厂它就在彰化跟和美的交界带，那里有一个大厂。你跟我说这2个厂你没有办法进到合法厂，你跟我说这是你的 key 给组，我是不相信。如果你要做 key 给组，你可以让它做一个，让它观摩嘛，让大家来做一个
这样子的，然后完全不做生产使用，这个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我真的可以接受，就是说好，你到最后就只是让他去做一个参观，然后去看气品到底怎么做封测，这个东西当然如果你这样子讲的话，然后慢慢的把这些设备都移走，我可以接受，但是大家要记得这样子的钉件是跟离心工业区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如果在我们的整体规划里面，你就可以容许有一些地方就是把它围起来，让车网我就来上市上柜了，我都可以自己再围一块，然后做离心工业区，细品我做一块离心工业区，这么多的大厂，那时候我们在统计的上市上柜的，在那个区，我们光是在绕一个小小的区块，5.5公里的这个区块里面，上市上柜就有3家。那你上市上柜的阶段呢？为什么你这些钉件还会去处理它？为什么你这样的离心工业区不要进到合法厂区？你在政商关系里面，你可以去让你的厂区直接在这样的工业区里面要一块地的状态之下，为什么你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到最后你自己去看细品它的，大家只要开细品的网页，然后去看他们的这些厂的位置，都是在离心工业区跟钉件。这是我们要跟大家提醒，如果未来在做这样的违章工厂的一些调查，然后跟理解的时候，我最希望大家可以稍微注意到很多事情是。这样的政商团体其实要慢慢的透过我们在慢慢改善违章工厂的时候，也希望它可以去尽到它的社会企业责任。这些钉件大家就是整个用社会企业责任来去改善它。好，这是我们我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去想的一些解方。好，那时间上差不多，谢谢大家。谢谢小胖，公安危险不瓜，他真的很厉害，对不对？好，我们请小胖休息一会儿。上个厕所，就是各位，如果你要上厕所自己去，要喝水自己去。那接下来我们要马上进入所谓的交流的时间，现在已经是3点32的样子，还有1个多小时。那不要让我马上进入了，让你消化一下。那我用这个空档的时候，把小胖的讲的脉络稍微整理一下。你会发现他讲的东西是把矛盾点凸显出来，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矛盾点。但是矛盾点的发现跟指认，其实不是我们要的目的。我们要的目的是，当你发现矛盾点的时候，那怎么办？解决的对策跟方案在哪里？那刚才有讲到，就政府公部门的解决方案。以及就田调团一个民间的团体提出来的解决方案，所以我想等一下或许来每一个人，你可以针对你所看到的问题，那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就是说你认为除了公部门还有田调团提出的解决方案或对策之外，你认为有没有更好的方法？那不一定更好，但是我认为说你把它提出来以后，那说不定。指出一个方向是其他人没有想到的、没有看到的，这就是一个贡献，创造一个 alternative 出来。好，再来就是今天来的有业者啊，如果你有兴趣，你也可以当做一个业者，你就是某一个产业，或者有人讲说被环境团体很讨厌的那个业者，那个行业，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好，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团体中科污染搜查线企图要创造一个机会，是不同立场的人可以有一个机会去表达说，我认为要怎么样。但是如果没有交流的时候，就各自去站在他的立场，主张不要这样。可是你没有机会知道另外一个不同立场的人他们想法是什么，会不会你去？这个时候，任何一个政策在执行的时候，就会产生了另外一批反对者出来，到最后变成各批的人在比谁比较厉害，谁比较大声。那这时候其实会产生一些问题。那如果在政策的制定之前，各种的利益、各种的想法、各种的 solution 的选择，可以去做互动的时候。互相可以彼此去了解你在想什么，那你的立论点是什么？从这个当中，或许可以比较有可能找到一个政策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可以通过这个机制有比较考虑比较周延的机制出来以后，一个政策在执行的时候，未来其实抗争啊、自救啦、那一些活动应该会变得少一些，或者说诉讼。如果你很清楚，其实有一些诉讼、一些抗议，其实是某一种程度的决策过程造成的。OK， 好，那我把那个该难先点出来。等一下，我想我们今天最后不企图有什么结论了哈，但是我们希望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把你的思考点可以抛出来，然后所谓的集体的智慧，看能不能帮这个矛盾各个很多的矛盾混杂在一起，这样一个违章工厂的问题，可以找到一个答案。但是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之前，我们要请署会来介绍一下台中原点，就是简易的。你要最后吗？还是要让大家休息一下。Okay, 好，休息一下。要休息一下吗？或者说有人动嘴条要先讲的，或者想一想问题。OK。这样好，那就休息5分钟。我不知道5分钟怎么算，你现在是几点几分？